先给大家分享一下我2月多的时候种的荆芥现在怎么样了。然后嘞，现在看看，现在已经是过去了4个月了。这一盆还有这一个小杯子里都是荆芥。它这个长势我给大家大概总结一下，就是2月多的时候我把它种下去嘛，大概10来天它就发芽了。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2月多的时候拍的它13天发芽的视频吧。但是之后呢，它长势就特别慢，大概有1个多月吧，它就一直保持那种特别小的那种小芽的状态。我当时还以为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阳光不够呀，还是缺肥呀，还是说温度啊等等。但是都给它进行一定的这个改变吧，比如说施了一点肥料，比如说把它放到阳光更充足的地方。当时的温度应该也有个20度，我觉得应该也挺适合它生长的，但是它就是不长，所以后来就没有特别的管过它了，就是让它水就是干透浇透嘛，然后就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就放在这个位置吧。后来就没有多管，然后在5月的时候吧，发现它就是长势就突然加快了，就是从很小的小苗变成了现在这么高的。现在这种就其实就可以吃了。还有这个小杯子里就更神奇了，它应该是我遗落了一粒种子在这里面，然后我本来是扦插的一个其他的那个植物的，但是发现它长出了一个荆芥的这个苗，我就让它继续长嘛。它现在你看，它这个都已经快开花了，但是它这个要不要授粉我得查一下。但是我也不需要它授粉结种子哈，我们就可以吃了。你看这种其实现在都已经就根茎都已经有点就是这个茎段的地方就已经有点老了，其实不太适合吃了，所以这部分就比较适合吃叶子了。这种的话就比较适合，正好今天可以就是把它们掐了之后，让它更好的从侧面生更多的枝条吧。然后今天中午正好吃面条，把它下了。在河南的话，这个荆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夏日做凉面呀，做拌菜呀，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类似于香菜那样的一个菜吧，不知道怎么形容。好，那我们就看这个地方，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掐一下。这还不好掐呢，用剪子吧，等会儿。好了，那本次关于荆芥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总结了下，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好种，它有好长时间都不动静。这个我以后多种几次，看看是我到底是我养护的问题呢，还是就是它这个品种的特性。